宋爷爷现在每天在园区，除了陪伴瑞宝和辉宝以外，还有一件重要任务，就是侦查姐妹俩的亲团。这要放在其他动物饲养员身上，可能会感觉到有点怪怪的，但是发生在宋爷爷身上，就感觉这很下面的画面，正在吃饭的姨姨要谨慎观看。宋爷爷表示，现在姐妹俩产的亲团已经成型了，只不过宋爷爷打了个码，无法确认具体形状。宋爷爷表示，有点像小狗宠的便便，颜色是红色的，而宋爷爷依旧是不嫌弃的将其捧在了手里，一番仔细翻找。宋爷爷发现姐妹俩亲团的喜悦不亚于在野外发现的苹果，而这一个宋爷爷表示颜色与上一个不同，这个里面掺杂的绿色比较多，说明产这个亲团的小熊最近吃竹子比较多，而且从中可以看出，不管是哪个亲团都很健康，证明姐妹俩正在健康的长大。另外，这周宋爷爷还分享了爱宝每次回家休息时都在干嘛，例如这次爱宝回来休息是为了吃奶爸给自己准备的小零食。爱宝吃完胡萝卜，宋爷爷又给爱宝拿出来一根大竹笋。对爱宝来说，宋爷爷应该是对礼数的。这时好奇的辉宝爬了进来，看看妈妈是不是在背着自己偷吃好东西。辉宝发现了门口的大竹笋，抱起大竹笋，学着妈妈的样子一起开啃。爱宝看到辉宝正在吃自己的竹笋，赶紧把自己手上的吃完，过去吃辉宝的。不过晚上回家后，辉宝丢失的竹笋全从妈妈身上又夺回来，辉宝真是一点亏也不吃。而且现在室外园区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。这天室外园区刮着微风，爱宝坐在小木床上吃着竹子，主打一个生活富足且惬意。乐宝这里也一样，而且乐宝的室内园区和室外园区一样美丽，就算是室内园区也有种绿树成荫的感觉。乐宝在小木床上吃完竹子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，开始享用自己的大竹笋。这周宝家每个成员的生活都很善意。宋爷爷给瑞宝和辉宝从小泳池里提溜了出来，姐妹俩给自己造的浑身脏兮兮的。姐妹俩这是在妈妈的饮水盆里排队洗澡了呀。宋爷爷给姐妹俩放到小亭子上，打算先给其晾晒一下，自己回去拿毛巾。而这时躺在小亭子上的姐妹俩，辉宝给了瑞宝一巴掌，表示刚才要不是姐姐撅着屁股，爷爷肯定不会发现我。委屈的瑞宝向后退去，一不小心踩空，直接从小亭子上摔了下去。这天早上，姨姨来到园区，爱宝坐在小木床上给游客们表演着吃播。爱宝的小生活越来越惬意了，逐渐向乐宝的生活状态发展。而辉宝又在欺负姐姐了，瑞宝不想搭理辉宝，躺在滑梯平台上任凭妹妹折腾。而在今天，将爷爷来接姐妹俩下班，将爷爷先是给在小滑梯上熟睡的瑞宝抱了起来，给其放到了小亭子上，让姐妹俩待在一起。而此时辉宝并没有睡觉，但将爷爷确认为辉宝应该是困了，给姐妹俩放到了一起，将爷爷轻拍着姐妹俩的身子，表示让姐妹俩快快入睡。在将爷爷这神奇的哄睡下，辉宝也跟着安静了下来，将爷爷给姐妹俩哄睡着，去打扫卫生。而困不着的辉宝表示自己愿意和爷爷一起营业。辉宝的注意力全在爷爷身上，爷爷去到哪儿，辉宝的小眼睛就看向哪儿。辉宝看到爷爷扛着竹子离开，感觉自己又可以自由的玩耍了。辉宝爬上独木桥，往小木床爬去，将爷爷放下竹子后，回到园区，给走到一半的辉宝重新抱了回去。之后，姐妹俩便老老实实的趴在小亭子上看着爷爷在园区里走来走去。将爷爷看着辉宝这宝贝孙女，忍不住的走上前，将其抱进怀里，给其亲了一口。独木桥旁的南天竹都被辉宝薅秃了，但辉宝仍然不想放过他们，辉宝依旧抱着其啃咬着。姨姨们看着辉宝这贪吃的样子，好奇南天竹到底是什么味道的。而此时的瑞宝和爱宝正在小滑梯上乖乖睡觉。辉宝在独木桥上玩耍了一会儿，去到了小滑梯上找妈妈。辉宝爬上小滑梯，想踩着妈妈身子爬到树上，辉宝在妈妈的屁股后面折腾着。爱宝看了一眼辉宝，给辉宝腾出了位置。爱宝对姐妹俩的爱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面。直到爱宝醒来，爱宝趴在小滑梯上和瑞宝玩耍。爱宝越想和姐妹俩玩，姐妹俩就越反抗。瑞宝顺着滑梯从上面滑了下来跑走。中午宋爷爷来接姐妹俩下班，调皮的瑞宝啃着爷爷的小手不松口了。好在现在姐妹俩的牙还没长齐，不过宋爷爷反而还挺开心，挑逗着调皮的瑞宝。宋爷爷看了看手机的时间，该准备让福宝进来了。宋爷爷起身给瑞宝抱起，然后抱着瑞宝回了家。瑞宝害怕自己掉下去，还紧紧地搂紧爷爷，样子既温馨又可爱。下午姐妹俩下班后，福宝来到室内园区，先是自己闻了闻自己的小滑梯，上面还残留着刚才妹妹玩耍过的气味。福宝仔细探索着园区的每一个地方，自己去往小树的独木桥更是进行了反复且认真的观察。
福宝的小心思和小模样真的既乖巧又可爱。最后，福宝爬上小树，坐在小树杈中，将头埋进树缝里，很快便睡着了。正在吃竹子的瑞宝和偷偷玩水的瑞宝，姨姨们想要哪个？这周瑞宝和辉宝姐妹俩的生活视频来了。姐妹俩现在正在暴风式成长，体格子明显长大了许多。早上爱宝带姐妹俩出门上班，母女3个堵在门口，没有一个想出去营业的。瑞宝眼看妈妈不往外走，便走了回来，而辉宝紧接着也跟了过来，又给爷爷扮演上了蜘蛛侠。调皮可爱的辉宝动不动就给爷爷整活。姐妹俩出门后，先是在小亭子上打了一架，辉宝看到爷爷过来，被爷爷吸引走了。辉宝爬到小亭子的扶手上啃咬翻滚。这时好奇的瑞宝也凑了过来，问爷爷是不是跟妹妹在背后说自己悄悄话。一会儿瑞宝爬独木桥时，不小心从独木桥上摔了下去，将爷爷一时没忍住笑出了声。瑞宝看到爷爷笑自己，生气的立马追上爷爷，问为什么要笑自己。爷爷一边跑一边跟瑞宝道歉，看到瑞宝消气了，将爷爷又走上去对瑞宝提起刚才瑞宝摔倒的事情。瑞宝听到爷爷又笑自己，又跑了回来，这一下将爷爷算是跟瑞宝拉下仇恨了。之后瑞宝一想起来刚才爷爷笑话自己，就掉头跑回来打爷爷。中午姐妹俩的下班时间到了，将爷爷来到园区收拾竹子。辉宝这时凑到爷爷身边，阻碍着爷爷，让爷爷放下手里的工作，陪自己玩耍。将爷爷放下竹子，扛着新竹子回来。辉宝还懂事的来到通道门口迎接爷爷。爷爷来到福宝上树的独木桥前，让辉宝练习攀爬，但辉宝爬到一半便不敢再往上了，而且自己还下不去了。辉宝果断选择从树上跳下来，简单直接，而且有自己的皮套保护，从树上掉下来一点也不疼。晚上爷爷下班前来看姐妹俩，此时姐妹俩已经躺在小木床上进入了梦乡，而爱宝的睡姿则是宝家最传统的脑充血睡姿。最后爷爷跟其说过晚安后便下班回家了。辉宝犹如火箭发射一般冲下了滑梯，本来爱宝正和瑞宝辉宝在小滑梯上睡得正香，爱宝翻了个身后，不知为何辉宝的身子开始向前前倾。不过此时辉宝还没醒，好像还在做梦，正吧唧着嘴，应该是在梦里梦到盆盆奶了吧。一会儿辉宝感觉到了不舒服，起身想给自己换个地方，但爱宝挡在中间，辉宝哪里也去不了，只能老老实实的趴在小滑梯上。但小滑梯太滑了，辉宝一点一点的从滑梯上溜了下去。或许辉宝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掉下去时表情一点变化也没有。辉宝从小滑梯上滑下来后，爬上了小独木桥，然后往小亭子上走去。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辉宝总是喜欢和妈妈姐姐分开睡，喜欢单独睡在小亭子上，因为滑梯平台上容不下3只熊。一会儿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，爱宝开始吃刚才还没吃完的竹子，姐妹俩则自己坐在一旁玩耍着，不去打扰妈妈。辉宝这时又爬到了树上，不过辉宝现在只学会了如何上树，对于下树现在只能用摔下来的方式。在小树上玩耍完后，辉宝钻到了爷爷刚栽种的油菜花丛里。小小的辉宝钻在油菜花丛里，给油菜花衬托的大大的。辉宝起身一个熊扑，直接给油菜花压在了身下，然后踩在油菜花身上爬了过去，给爷爷看得心惊胆战的。一会儿送爷爷出来收熊，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跑到爷爷身边和爷爷玩耍。爷爷伸出手想和辉宝击个掌，辉宝没领会爷爷的意思，而是露出了自己奶凶的小牙，想吓一下爷爷。在宋爷爷的不断引导下，辉宝总算明白了爷爷的意思，伸出手和爷爷成功击掌。而爷爷趁机抓住辉宝的小手，将其抱进怀里带回了家。走前，爷爷举起辉宝，让辉宝跟姨姨们说再见。姐妹俩回家后，福宝走出园区。福宝今天后背上有一块大大的青团污渍，想必福宝昨天晚上是又睡在自己的青团里了吧。福宝径直穿过室内园区来到室外。来到室外园区后，福宝坐在自己的小木床上吃起了窝头。福宝吃完窝头，福宝蹑手蹑脚的来到了小躺椅上，下一秒福宝蹲在小躺椅上直接缠起了青团。瑞宝的头像皮球，被爱宝拍得直摇头。早上姐妹俩在园区玩耍着，爱宝这时也吃完早饭了。瑞宝蹲坐在南天竹前思考着什么，安静的小公主总是这般优雅。而老三辉宝正在独木桥上往小树上爬去，不过这个活动在爱宝这里是明令禁止的，因为双胞胎姐妹俩现在还小，所以爱宝认为现在的小树对他们来说不安全，摔下来容易受伤，于是便走上前去教育辉宝。而此时安静的小公主一脸享受的躺在软绵绵的草地上，和辉宝明显是两个画风，一只享受着自己的雄声，一只接受着妈妈的教育。辉宝被妈妈教训的一点脾气也没有，但这仍不妨碍下次辉宝还敢。瑞宝这里自己研究起了倒爬小滑梯，
而辉宝这儿被妈妈搂在怀里，被妈妈揉捏着。爱宝这既是在陪孩子，也是在给自己打发时间。辉宝趁妈妈观察通道门有没有打开的功夫，偷偷溜走了，来到了爷爷搭建的小树前玩耍。现在双胞胎姐妹俩都能征服眼前的这棵小树了，而且都能做到熟练的攀爬。但辉宝去爬树了，爱宝就无聊了，于是便给辉宝重新拉到怀里，让辉宝继续陪自己玩耍。辉宝不干，一转身又跑走了。爱宝来到通道门口的石阶上，缠了几颗青团，然后来到奶爸的门口，喊奶爸来给自己开门，表示到点下班了。加班那是另外的价钱。不过此时的宋爷爷正在给福宝放置竹子。福宝的小树今天升级成了3层大别墅，每一层上爷爷都放置了竹子。宋爷爷放置完竹子，赶紧回去给爱宝开门，让其下班。